蓝忘机问道：“不过什么？”魏无羡拖着自己的下巴，扭头看着蓝忘机，说道：“你看这么大别墅，只有我一个人住着，我挺孤独的，要不你陪陪我？”蓝忘机脸上一僵，魏无羡又轻声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你看我都帮你这么大忙了，我让你陪我在这里住一段时间都不行吗？”蓝忘机还是没吭声。魏无羡一双好看精致的桃花眼看着蓝忘机说道：“答不答应？”蓝忘机心底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开口说道：“你为什么？”魏无羡又懒懒地靠在沙发上，那股子漫不经心的就又上来了，说道：“因为你长得好看，气质独特，特别吸引我，我都帮你这么大的忙了，就当你报恩了。”蓝忘机看着自己手里的画，轻轻咬了一下嘴唇，问道：“就单纯的陪着你住吗？”魏无羡扑哧一声就笑了，看着蓝忘机那张俊美清冷的脸，越发的心痒痒，说道：“不是，我想让你一直在我身边，永远不可以离开我的那种。”蓝忘机看着沙发上睡觉的魏无羡，不由得想到他当初为什么就答应了那个要求呢？其实魏无羡说出那句话的时候，蓝忘机是抗拒的，非常的抗拒，但是他却敏捷地看见了那个人的桃花眼深处隐藏的一丝孤独和脆弱。不知为何，蓝忘机的心口忽然就撞了一下。那个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的是：“我可以陪你住一段时间，但是不会永远陪着你。”魏无羡那个时候考虑了一下，点了点头答应了，说道：“那也可以。”就这样，蓝忘机就答应了魏无羡这个莫名其妙的交易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以外，他发现魏无羡并非是他看到的那样，他看似慵懒、吊儿郎当，一脸漠不关心的样子，但事实却不是这样。相反，他有着旁人没有的敏捷反应能力，他的业务能力很强。他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知道，原来魏无羡是有一家自己公司的，而且这个公司还特别的厉害。魏无羡和蓝忘机说了他的父母当初因为意外不幸死亡，魏氏集团暂时就先是他父母的好友江丰眠照看，等魏无羡满18周岁了，就把公司还给他。别看魏无羡表面是一个懒散模样，但是却只是对旁人那样，他对自己的朋友就不是这样。年满18周岁的他，不仅魏氏集团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他也成了金融的一匹黑马。他不仅仅是一个富二代，他还是一个公司的总裁。当然，蓝忘机知道的时候，心里除了震惊，却还有一点点心疼。魏无羡靠在沙发上浅眠，好像察觉到了有人来，轻轻睁开了眼睛，那双桃花眼带着朦胧水汽，看起来湿漉漉的。刚看见来人是蓝忘机的时候，魏无羡嘴角轻轻笑了一下，然后伸出自己纤细的手腕。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的手腕，手腕很纤细，他一只手就可以握住。蓝忘机抿了抿唇，自然地伸出手把魏无羡拉了起来。魏无羡就是有一个这样的小毛病，只要是他在沙发上睡觉起来的时候，就必须要蓝忘机拉着他的手腕起来，不然魏无羡是怎样都不肯起来的。魏无羡睡眼朦胧地看着蓝忘机，问道：“今天几号？”蓝忘机淡淡的回答：“5月3号。”魏无羡顺势依偎在蓝忘机怀里，说道：“啊，不知不觉过了1个多月了。”蓝忘机嗯了一声，问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能回去？”魏无羡一听，眼神渐渐的冷了下来。蓝忘机自然是看见了，但是他表情依然是淡淡的，好像什么事都不关心一样。魏无羡把自己的手放在蓝忘机的手上，语气带着一丝慵懒，说道：“蓝湛，你怎么还想回去呢？在这里陪着我不好吗？”魏无羡的手很好看，同样的，蓝忘机的手也很漂亮，只不过蓝忘机的手比魏无羡的手大一圈，两个人的手放在一块的时候，莫名的和谐。蓝忘机眼神依然是淡淡的，并没有回答魏无羡这个问题。魏无羡把2只手慢慢的变成十指相扣，蓝忘机忽然一愣，然后就要挣脱出来，奈何魏无羡死死地抓着蓝忘机的手，嘴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，说道：“不陪我也得陪我。”话刚说完，手上的力道更大了，紧紧抓着蓝忘机的手不放。蓝忘机又看见了魏无羡眼底深处的害怕和脆弱，对，就是害怕，你在害怕什么？蓝忘机看着2个人，慢慢的放弃了抵抗，看着2个人紧紧相扣的手也不挣脱了，只是淡淡的问道：“你在怕什么？”魏无羡蓦然一愣，随即就笑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有什么好害怕的？”
蓝忘机并没有搭理魏无羡，依然淡淡的问道：“你在怕什么？”魏无羡看着蓝忘机那一双宛如古潭一般的眼睛，清澈好看，让魏无羡有些无地自容。他甩开蓝忘机的手，然后站了起来，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，说道：“我去公司了，然后晚上有一个应酬就不回来吃饭了，你自己吃吧。”说完，赶紧逃离蓝忘机的视线，倒是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。等魏无羡坐在自己车里面的时候，才慢慢调整好自己的情绪。他怕什么呢？怕孤独，怕没人陪，其实都不是。从他第一眼见到蓝忘机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不想再回到一个人的生活罢了。